哎嘿，大家好！在这个时候，大家都无法出门，但又想吃东阳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对了，就是自己煮给自己吃。今天我们要煮东阳素可可呢，洗好的虾，把全部材料切片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好所有我们要预备的材料，就这些，切好，也是切好，然后把虾洗干净，这是菇，还有这个是白菜。最重要就是准备了一碗冬阴汤，这样就一下子去煮起来。首先将水煮热，首先让这个干料下去，这个是它的那个基本材料，就是像这个香干叶葱，还有这个香茅，还有这个蒜。这个是做它汤底的香味。这时候我们看到它差不多滚的时候，我们再加下这个番茄，还有小玉叔叔，羊呢在这里给它煮熟炒拌。这时候呢，你可以发现为什么我的酸干叶呢是一片一片，还有就是这个香茅呢都不把它切小片呢去脆呢，是因为这个酸干叶呢，我们只是需要它的味道，还有香茅呢也是我们需要它的味道。如果是我们那个把它切得太碎呢，你在吃冬阴的时候，有时候在外面有时候你吃冬阴呢，好像你吃到这种它切得碎碎的，你咬下去，哎，一种酸酸又苦苦的味道呢，这样就好像让你那个就美中不足了。所以这个我就切了大片，所以在我们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挑起来，也很简单，就是把它挑起来，所以就不会很麻烦的，那个太小片很难选。所以底下我们如果不要吃酸干叶的，就把它挑起来，因为这个叶子是我们都没有吃的，只是来做味道。然后还有就是香茅，有些人不喜欢香茅的味道，所以我们这个香茅呢，我们也是不把它切得碎碎，所以这样整颗，如果是不喜欢吃的，就把它选出来。现在我们只是需要它味道罢了。当然，这个番茄我们就这样子，所以这样吃的比较有口感。在我们看水煮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再下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菇，让它吃进这个材料的味道。这些虾呢，是我们把虾头和虾尾还有虾脚呢都是处理过的，所以这样子它会比较容易吃，而且比较啊、在那个进餐的时候呢，就不会掺到很多那个虾的须和虾的脚咯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汤很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虾放下来。在虾都透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啊包装的这个同样字
放进来，先搅拌。如果你不是买这个包装的冬阴呢，你也可以买罐装的，还有一些是冬阴 Q， 那个就看因人而异了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口味不一样。不过最重要就是吃冬阴了，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。其实冬阴呢有几个吃法，第一就是喝冬阴汤就配饭，第二就是冬阴米粉，就是把那个米粉放进冬阴汤这样吃，第三就是做火锅，就是你喜欢什么料，在这个汤煮好之后，你喜欢什么料放进去淥一下，就是变成冬阴火锅。还有呢，冬阴炒饭冬阴炒饭是不一样的，不是用这种冬阴汤。如果你想到还有其他更好吃的冬阴，给我知道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它的不一样的味道。现在我们等它熟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到很香的那个冬阴味的，而且这个是已经加奶了，所以它的味道会有点奶香味，然后颜色也会带有点白色。可以让它滚着的时候，如果你喜欢吃一点菜的，可以加上这个白菜，这样你的冬阴就不会很单调。如果你喜欢吃偏甜的，你可以放一点那个就是偏咸，就是放一点盐。然后如果你喜欢吃偏辣的，可以加一点小辣椒或者是一些辣椒。是的，刚刚有说到就是冬阴有很多种吃法。刚刚我也在想，本来是想要煮冬阴饭，然后在想就煮冬阴米粉呢。所以冬阴它这个变化就很大。如果你煮冬阴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早上吃米粉，晚上吃冬阴饭，也可以，没问题。现在我们在烫着米粉，然后等下烫了米粉加进这个冬阴汤里面，就变成冬阴米粉了。如果你别让你的那个米粉呢觉得淡淡无味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可以放少许的盐，在煮你的米粉的时候。让它在煮的当儿吃进了这个盐分之后呢，它就不会吸干在汤里面的一些盐分了。